既然你都已经想起来了，那我要把小宝……然然，不要再离开我了好吗？呀，小宝什么都没有看见。穆景兰，你现在说的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5年前既然是你誓约没来离婚，那现在既然你记起来了，那我们就去把婚离了，而且我要小宝的抚养权。我不同意。小宝病情发展到这一步，需要我帮他治疗，而且跟着你的话，你又照顾不好他。小宝，你也愿意跟我的，对不对？妈咪，你和弟弟不能一起陪着小宝吗？小宝，大人的事情和你说不清楚。总之，你愿意跟妈咪，还是愿意跟爹爹？然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要和我离婚。可是小宝的病，不是我们其中一个人就能治好的，他需要我们2个人一起的陪伴。你现在开始装好人了。当时我怀着孕的时候，你和别人私会，你怎么不想着小宝需要人陪伴？是你自己孕期出轨在先，你现在又在小孩面前装好人，你恶不恶心？然然，你还记得这个人吗？现在都这么光明正大了，打算什么时候把小三娶进门？你还记得是谁给你做的手术吗？我记不起。你怎么知道我做手术了？你以为你瞒着我，把你的手术单藏起来，我就不知道了吗？我当时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我趁你睡着，在你床底下找到了你的诊断报告，我才知道你得了脑瘤。所以你明知道我生了病，你不仅瞒着我，还和别的女人搞暧昧。说到底，这个人和你还有点关联。解释不清楚就别扯到我头上，我可不认识他。陈医生是国际知名的脑科专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看到我们的，但是我们私下见面都是在讨论你的手术方案，我们没有做一点超出朋友关系的事情，这点你可以问他。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你当然想怎么说都行。既然你只是为了给我找医生的话，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为什么什么都不说？你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当时又生孩子又生病，其实你早就得了产前抑郁症，况且当时你已经怀孕8个半月了。我想着等你生完孩子再告诉你，可是没想到。你编，你接着编。如果你只是觉得我生了病，我产前抑郁，你都不敢告诉我，那当时只是我提了离婚，你为什么想都不想就答应了？而且之后你又失踪，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我当时不知道你是因为误会我出轨才要跟我离婚，我以为你就是抑郁症犯了，所以我就答应了。而且我跟民政局的人串通好了，我说到时候就说机器坏了离不了，可是路上我出了车祸。编得真好，穆景兰，你不去当编剧，简直是浪费了你当编剧的天赋。就在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开车分了神，一不小心撞上了违规行驶的货车，所以后来我就失忆了。所以你那天不是故意失约？你知道那天我在民政局前面从白天等到黑夜，小宝也提前出生了，你知道我一个人有多无助吗？我被好心人送到医院，9死1生生下孩子，你知道我一个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有多无助吗？然然，这些年你受苦了。受苦？生小宝只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关罢了。刚生完他，我在手术台上，脑瘤就裂开了，要当场手术。都怪我。我想想，医生当时问我要不要做手术，还告诉我手术之后可能会有失忆的风险。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说我做。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我想忘记和你有关的一切，结果手术之后，我醒来如愿以偿地忘记了一切。我忘记了小宝，我也忘记我生过一个孩子。原来当初的事情竟是这样。我当时循着你的电话号码找到医院，就只有果果一个人躺在护士怀里。我以为是你抛弃了他们2个，还害得景兰出了车祸，没想到。这些年我为了拿回苏家，我为了拿回我妈妈的骨灰，我从零开始创办海生集团。回南城之前，我做了很多的准备，我唯独没想到我还生过一个孩子。然然，这些年辛苦你了。穆景兰，
如果咱们两个人之间多一点信任的话，也许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离婚吧。沈然，我知道你现在很，我们冷静之后再做决定好吗？穆景兰，错过之后就没必要挽回了。明天我在民政局等你。小宝今天晚上跟我住，至于他以后跟谁，由他自己决定。这一次，不要失约，不要有意外。沈然。苏清冉，我不管你跟谁结婚，总之今天必须把结婚证给我领了，把你跟穆家的婚约让给你妹妹。否则的话，你那个便宜妈的骨灰这辈子都别想拿到。请问你们两个是自愿结婚吗？是啊，我很确定。他的状态，你看这。老大，要不咱这假结婚还是算了吧，我还是乖乖的回公司加班，给您的公司增砖添瓦就好了。不行，这个结婚证我要拿回去给我继母看，你赶走试试。哦，你好，帮我们加急处理一下手续吧，谢谢。稍等一下啊，系统有点慢，出了点问题。不对呀，苏小姐，你已经结婚了。结婚？地点正确，人物正确，国宝特工出动！妈咪，我来啦！这就是我的天降老公穆景兰，怎么会是他呀？哎，老大，这不正是跟你有婚约的那个男人吗？我来晚了，来晚了。妈咪，你早就和爹地结婚了，禁止重婚。你喊我妈咪啊？不是吧？我今天这是什么日子啊？喜结婚就算了，怎么还喜当妈啊？空的。完了完了，不好，该不会我在家里把那页撕了吧？妈咪，你相信我，你真的是我妈咪，你跟我回家，我给你看证据。认知障碍儿童，如有走失，请联系。原来是这样。哎，老大，查到了，穆景兰是现在的南城首富，你们5年前领的证，婚姻关系一直存续。老大，你怎么这么早就跟人家结婚了呀？怎么可能？我跟他都不认识，怎么和他领证啊？你赶紧查一查他在哪儿，我要和他好好谈一谈。哦，妈咪，我知道穆景兰在哪里。苏清冉，你怎么来了？该不会是不死心？听说今天景兰哥哥要来和我订婚，你是故意过来搅黄我的婚事，对不对？你先带小宝走。啊，好的。不要，妈咪，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听话，我一会儿去找你。好吧，去吧。怎么？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结了婚了，现在该你兑现自己的承诺。你把我妈的骨灰放在哪儿了？你们两个别想说话者。只要我能顺利嫁进穆家呢，你那下贱妈的骨灰我们才不在乎。都放尊重点。苏清冉，你敢打我？他不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我的老公？你没事吧？你有没有觉得我有点面熟？没有。苏夫人，这位是？起开！穆总啊，她就是个私生女，从小就没有家教。哎呀，也怪我这个当继母的没有管教好，您啊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这个才是倩倩，是苏家的正牌大小姐，从小和您订了婚约的。她呀，一时期盼能嫁给您呢。穆总好。医生说过，小宝的认知功能障碍越来越严重，有母亲的陪伴会有好转。只要小宝能痊愈，随便娶个女人进门也不是不行。可以，但是我要提前告诉你，穆总，我也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干什么呀？喂，穆总，不好了，小少爷说要去找他母亲，然后离家出走了。什么？一群废物，还不会找？苏清然，你又坏我好事！你真的不认识我？苏小姐，我真的不认识你。我还有要紧事，你要是再纠缠我，别怪我不客气。他看上去真不认识我，那我们这婚是怎么结的？穆总，不管你信不信，咱们两个人真的结婚了。不信的话，你看。批的挺好，你要是再这么纠缠我，我不介意给你挂个脑壳。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还给我挂脑壳？我真是谢谢你了。苏清然，我就知道你不会轻易把婚约让给我。怎么，看到我即将成为首富夫人，心生嫉妒，想和我抢男人了？你以为谁都跟你个小三妈一样，喜欢捡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吃？哦，不过你确实捡了我吃剩下的东西。住口！你这话敢让别人听到，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那就管好你的嘴。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不介意告诉穆总，谁才是真正的苏家大小姐。苏清然，你放开我，妈咪！哪来的小野种？苏清然，这个不会就是你那闪婚老男人的儿子吧？长得倒是怪可爱的，只可惜呀，是个没妈要的贱种。你嘴巴这么脏，要不要我拿马桶刷帮你洗洗？你懒得和你计较。来人，把东西拿出来。看傻了吧？这可是我特地从国外花了100多万给穆小公子定制的特制玩具，你是不是见都没见过呀？看看人家，再看看你，果然呢，这人生的分水岭啊，就是羊水。这种东西本少爷见多了。小野种，你可看清楚了，这可是定制玩具，你这个穷鬼妈咪打一辈子工都买不起的。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你要是喜欢的话，我一会儿陪你去买，好不好？花阿姨的脏东西我可不要，你死心吧，我是不会让我爹地娶你的。笑话，你爹地算哪个葱呀？我这个玩具可是特地送给穆总公子的，难不成你还是穆小公子呀？没错，我爹地就是大名鼎鼎的穆总穆子兰。就你一个认知障碍儿童，脑子都没长好，还想冒充穆小公子？你苏清然，你这个便宜儿子跟你一样撒谎成性啊，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坏女人，小宝才没有撒谎。你嘴巴给我！苏清然，你疯了！你居然敢打我！那是你活该。你要是再闹下去的话，我不介意让穆总知道他未来未婚妻到底长什么嘴脸。这次就先放过你。你要是还想知道你妈的下落，最好给我老实点。我们走。坏爹地要给小宝找别的妈咪，小宝要离家出走，自己去找妈咪。这小子跟谁学的离家出走？再找不到小少爷，你们就都等着去非洲挖矿吧。喂，你好，请问是小果爸爸吗？你是？小果走失了，现在在我这儿，你要不然快来接他一下吧。啊，万分感谢，还麻烦加一下微信，发一下他的位置，我现在马上过去。好。不对，你爸爸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像穆景兰呢？不可能，肯定是我想多了。快去接小少爷。小宝，你想要气球呀？想要哪个颜色？红色。红色？嘿嘿，给我们一个红色的气球。
宝，你看什么呢？哦，没有看它什么。对了，妈咪，这个是什么？小宝想尝尝。这个是冰淇淋，小宝想吃啊？嗯。你好，咱们这边有什么口味的？坏爹地想打扰小宝和妈咪在一起，绝不允许！坏爹地不许打扰小宝和妈咪在一起，小宝要跟妈咪一起住。喂，穆总不好了，总部的电脑突然黑屏，遭受了莫名的黑客攻击，要不要定位反击？先不用管，这小子现在连他亲爹都不放过来，真孝顺。坏爹地，这只是一次警告，小宝只让妈咪陪自己。坏爹地，这么喜欢忙工作，那以后就让工作当你儿子吧。小宝对他似乎很信任，让他先和他相处一段时间，或许对他的病情有益。不行，万一他见财起意。我临时有工作要出差几天，小宝先拜托你照顾一段时间，到时候我另有重谢。就这么放心把亲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这确定是亲爹？哇！小宝，你该不会没吃过冰淇淋吧？那这个给你吃，不过你只能吃一点点。小宝怎么连冰淇淋都没吃过？该不会他家里很困难吧？好好吃呀！为什么营养师叔叔们从来不给小宝做这个吃呢？他怎么把钱退回来了？难道嫌少？哇！老大，你是怎么跟一晚上没睡似的？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和小宝爸聊了一晚上，没想到我们两个还挺有共同话题的。老大，我可提醒你啊，这网恋有风险，见面需谨慎。你这隔着屏幕以为对方是一个有8块腹肌的年轻美男，可现实中很有可能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油腻男。这都说你说的对，色即是空，万一他色即是空。对了，老大，那个我查了一下，您这5年呢和穆景兰在行程上是没有任何交集，这按理说呢是应该不会认识的，而且啊，他最近和苏家走得很近，现在又是我们夺回苏家的关键时刻。我知道，我会尽快和他离婚的。你帮我查一下他今天在哪，我要跟他见一面。可是他也不一定愿意见你啊。这可就不是他说了算。对不起啊，我们酒店有规定，不穿礼服不能进。喂，抓紧时间给我送套衣服过来。有完没完呀？我都换衣服了，怎么还懒？对不起，您没预约，所以还是不能进。你怎么不一次性说啊？你也没一次性问我。算你害，就凭这就想拦住我，做梦！这穆景兰也不在这儿，难不成徐鹤情报有误？我的天，这大白天这么刺激！端上来吧。对不起。苏小姐，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都追到这儿了。是我。你到底想干什么？简单，你要是不想见我的话，我也不想纠缠你，抽空和我离个婚就行。我们之前见过吗？没有。没见过，你却说咱俩结婚了，你是不是还想说我和你有过孩子？孩子倒是没有，但是真的结婚了。
苏小姐，你是不是霸总小说看多了？大白天的在这儿做梦，咱俩凭空生出来一张结婚证啊？结婚证真的是凭空生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认识一个国内知名的精神科专家，你要不要看？我可以帮你免费预约。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查一下呀。咱们5年前结婚，婚姻存续。我就是想和你离个婚，还我个自由身，免得耽误我以后找男朋友。喂，陈医生，我这儿有个病人，到时候我给你带过去。你别太过分了。妈咪，小宝今天要去看医生叔叔嘞，小宝自己去搭车吧。一个人？哎，不行不行，你等着我陪你一起去。吴总，秦医生让我提醒您，今天是小少爷每周1次的检查日，别忘了带小少爷去看病。好，我知道了。今天是小宝检查。小宝说今天要去医院检查，我先带他去了，有问题我联系你。好，谢谢。坏爹地，看妈咪给我亲手做的饭，比营养师叔叔们做的要好吃好多好多倍。看着不错。她好像和别的女人不一样。苏倩急着领证进门，苏清冉纠缠不休，反而是她替我看护小宝，却一次条件都没提过。穆总，我今天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另外，我有没有说谎，你自己去查一下就知道。这个苏清冉还真是阴魂不散。对了，她今天应该会带小宝去秦医生那，我也去看看。穆总，喂，有事吗？有事吗？电话怎么占线了？快递放门口就行。倩倩，我这可是花了不少功夫才打听到穆小少爷每周都会来秦医生这里体检，这次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好好讨好小少爷。妈，你放心吧，那你先进去，我去拿玩具。小宝，这就是你说的医生办公室吗？走吧。苏清冉，怎么我在哪儿都能看见你和这个小爷子？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我今天带小宝来这儿只是来看医生的。你撒谎也不看看地方，这秦医生的收费可不便宜，不是你这样的下等人有资格来看病。哎，对不起。坏女人，你再敢说我妈咪！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不然你以为你苏家大小姐这个身份还能做多久？苏清冉，我就说你怎么硬气起来敢和我作对，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勾引木，趁机上位报复是不是？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离了男人就活不了？该死，穆总怎么来了？没事吧？锦兰哥哥，我本来是想送礼物带给小少爷的，谁成想遇到了这个贱女人和这个小野种，把这儿都给弄脏了。还真是恶狗性咬人。闭嘴！穆总，您是不知道这个女人撒谎事情，我一盘封死去。等等，你知道这是我儿子的专用病房吗？穆总的儿子是儿子，别人的儿子就不是儿子。穷人的儿子连和你穆小少爷同一个病房看病的资格都没有吗？那是自然，像你这样的下等人，跟我们待在同一个地方呼吸，我都嫌脏。下等？你对一个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这样出言不逊，你们苏家就教出这样的女儿吗？给她道歉！人品不怎么样，三观倒挺正。这个贱女人道歉，我才不！对不起，成了吧？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要把苏家拿回来。我刚刚不是故意对你无礼，如果你儿子有需要想来这儿看病的话，随时来，医药费我付。这个贱人，不用，管好你未婚妻就行了，让她以后别来找着我。让开！喂，秦
景兰，果果都2天没来看他奶奶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把他送来呀？妈，我现在有事儿，等我回去跟你说。穆总，如果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等等，我与苏家联姻，本来是想给我儿子找一个品行兼优的母亲，但刚刚令千金的行为实在是让我失望。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婚约就此作罢。景兰哥哥，穆总，婚姻是大事，先问过穆夫人再说吧。我母亲那边我会去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好自为之。妈，这个怎么办呀？想办法说服穆夫人的位置，就还是你。你今天带小宝看病怎么样？医生怎么说？别提了，出了点意外没看成。要不还是你带小宝去看病吧，我这边有点麻烦，怕耽误他的病情。也好吧，附近正好有个酒店，我在竹悦酒店1206等你。穆总，林特助让我来给您奉茶。等我跟他见面，我要不要换身衣服？我到12楼了。景兰哥哥，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苏倩，怎么是你？景兰哥哥，你给我往水里下药了。景兰哥哥，我是真的喜欢你，这回你就从了我吧，啊！妈咪，怎么了？少儿不宜，你先去找徐鹤叔叔。好。穆景兰果然跟苏倩有一腿，为了能离婚，我抓个奸不过分吧？你怎么了？景兰哥哥，景兰哥哥，你身上好热。别出声，放心吧，我一定会补上你的。景兰哥哥，妈，给他跑吧。你混蛋！穆总，你终于醒了。昨天晚上怎么突然晕倒了？昨天我晕倒了。啊？那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女人？没看到啊。喂。坏爹地，你昨天晚上打妈咪怎么了？怎么一大早妈咪的嘴就肿了？嘴肿？原来昨晚的女人就是小宝喜欢的那个妈妈，可惜中药没记住她的样子。混蛋，混蛋！坏爹地，你这次可是把妈咪惹到了。妈咪可不是像小宝那么好哄的。知道了。我向你道歉，下午有空出来喝杯咖啡吗？昨天什么事儿？啊，对了，我忘了把小宝送过去了。该说抱歉的是我，今天下午我有空，正好你把小宝接回去。他报哪门子歉呢？对了，穆总，小少爷最近服药一直见不到效果，您看您要不要考虑用一下心理音乐疗法来辅助治疗？听说国际知名的钢琴家桑兰小姐最擅长的就是这种心理疗法。桑兰，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啊？
你以牧师的名义联系他，只要他肯来，他的条件我都接受。是。好的。老大，刚刚收到消息，牧师想请您这位赫赫有名的钢琴师桑兰小姐出手，帮他家的小少爷进行音乐疗法。请我去给穆小少爷治疗是吧？不去。可是，转告那个姓穆的，我从来不跟混蛋合作。走吧。穆总，您这头发都弄了3次了，再不走真来不及了。哎，你看我这领子会不会有点歪啊？穆总，怕不是对那个小姐有兴趣吧？会。走吧。对她感兴趣？怎么可能？我只是接儿子的。再多看你一眼，让心动透1秒时间。多么奇怪，我的视线总是围绕你兜着圈。好像确实对他感觉不一样。是你？阿姨，这个好好吃，我去喊我妈咪买。奇怪，他和小宝是还没到。难不成我那一手刀把他打瞎了，看不见我在这儿？苏小姐，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带小孩的女人？没见到啊。苏小姐，我今天没空和你开玩笑，烦请你不要打扰。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先忽悠穆景兰把婚离了，再去解决小宝的事儿。小宝爸爸今天有事，再约。本小姐好不容易撞到你一次，你今天必须去给我把婚离了，不然的话，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好，我现在也不着急了。苏小姐，你不会还要用那种我已经和你结婚了，还有个孩子，连这种3岁小孩都不信的低级把戏骗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我真的没说谎。苏小姐，我也要提醒你，你也是个有儿子的人。身为一个母亲，给自己儿子设下这么势利的人设，你觉得合适吗？穆总，你要这么说是吧？好，那我也来跟你翻翻旧账。你也是一个有孩子的人，作为一个父亲，你那天晚上对我做出那种事情，你觉得合适吗？苏小姐，我就佩服你这张能颠倒黑白的嘴。我跟你总共都没见过钱，我能对你做什么呀？你个死渣男，你占了便宜不认账是吧？我占你便宜？我占你什么便宜了？昨天晚上在酒店我就不应该救你，我那一记手刀就直接挑你头上糊。昨天晚上救我的人是你？我那一记手刀就直接挑你头上糊。咦，弟弟妈咪在牵手哎，不对，妈咪怎么看上去不高兴的样子？难道弟弟惹妈咪生气啦？穆总，老宅的管家说苏小姐登门去求老夫人，老夫人要你现在回去共谈2家婚事。好，我现在就回去。苏小姐，最开始你说我们是领证夫妻，现在又变成救命恩人了。你接近我的花样可真多。我真的没说谎啊。是吗？只可惜你的嘴唇上没有牙印。苏小姐，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再见。死渣男，都不知道，为了遮嘴唇上的印记，花了我整整半个小时。这边也有事先走，小宝再劳烦你照顾自己。开车回老宅吧。
你干嘛？思佳呢？我看你才是精神错乱吧。今天我就帮你清醒清醒。OK？ 不是，你有病吧？今天真是不宜出门。我跟你说啊，我最近遇到个神经病，昨天晚上他被人下药，我救了他，结果转过头来就不认账，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渣男呢？林特助，跟公司的保安打好招呼，要是苏清冉再来找我，一概把他赶出去。是。静兰，站在门口干什么？快进来。静兰，让你回来是想谈谈你和倩倩的婚事。青兰哥哥，我知道错了，我也是一时昏了头，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昏了头，所以给我下药；昏了头就仗势欺人，连小孩子都不放过。是不是你下次再昏头，还要对我儿子做出什么？就你这样心肠歹毒的人，根本不配进我穆家的门。青兰哥哥，我保证这2次的事情一定都是意外，我发誓会在小少爷视如己出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伯母，这桩婚事是伯父生前定下的，你就看在是2家父亲生前的遗愿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啊，静兰，要不我们再给倩倩一次机会？过。你跟我过来。别拿人家做什么。景兰哥哥，你等着吧，我一定会假装一下。我知道你讨厌苏倩，可2家的婚姻毕竟是你父亲的遗愿，你难道真的忍心他九泉之下不能瞑目吗？要是我父亲在世，他也不可能同意我娶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那果果的病怎么办？他最需要母亲的陪伴，你一直不结婚，他怎么办？我会结婚，但不是和苏倩。不和他结？难不成你有喜欢的人？果果喜欢，这几天他一直在照顾果果。什么？你让果果和一个陌生女人在一起？照片拿过来，我看看她长什么样。该死，到底是谁敢和我抢男人？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气。干什么？坏了，快拿去修。丁兰哥哥，我不是故意的。臭小子，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伯母，这个怎么办呀？景兰哥哥一定是被那个带孩子的贱女人给迷住了。什么？你说景兰身边那个女人带着孩子？是啊，而且她最近一直缠着景兰哥哥，而且景兰哥哥还把秦医生介绍给了那个野女人，说只要是他的孩子，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看病，就算是小少爷也得给他的孩子照应。反了天了！要是让这种女人进了门，果果指不定被欺负成什么样。只要你能把她从景兰身边赶走，我就答应让你坐稳穆夫人的位置。伯母，我一定会帮你把她赶走的。没想到不仅有苏清然，竟还凭空冒出来一个女人跟小少爷这么亲近，所有把我摸的脑子通通不要看。不对呀，我和他一次面都没见过，和他说那么多干嘛？抱歉，今天给你发的东西你别在意。你现在在南城吗？不好意思，手机进水坏了，我现在用的是备用机。我现在在南城，你有什么事吗？既然这样，明天我把小宝给你送回去吧。总是让他跟着我不太好。
是我考虑不周了。小宝一直跟着你，你男朋友会介意吧？不会，我单身，只是怕小宝和我待久了，真把我当成他妈咪，还是早点和他分开比较好。对了，明天我去哪儿找你？原来他单身，既然小宝喜欢，认你当妈咪也不是不可以。明天上午9点，穆氏集团前台见。顺便说一句，我也单身。他单不单身和我有什么关系？真奇怪。不对，小宝的爸爸该不会是……小宝，你爸爸在穆氏集团是做什么工作的？该不会是……我爹地就是大名鼎鼎的穆总穆景兰。不会真的是穆景兰那个讨厌鬼吧？妈咪那天那么生气，要是知道小宝爹地是穆景兰，他会不会就不理小宝了呀？我爹地他在牧师是修水管的。修水管的？那就好，走吧。哎，这叫什么地方？又脏又臭的，不准见！你怎么跟人说话的？你们牧氏员工对人就是这个态度？一个修水管的老婆，别来沾边，闻闻你身上味儿。喂！坏爹地的员工欺负妈咪，我要去告诉爹地。小姐，您怎么来了？我这就给总裁打电话。还真是人前人后两个人。苏清然，你一个结过婚的女人还真是吓人。之前锦兰哥哥拒绝你，你还不知道悔改，居然还敢来公司勾引他。穆总，2个苏小姐现在正在公司前台吵架，还被人拍下来发在了公司群里。你一个结过婚的女人还真是吓人。之前锦兰哥哥拒绝你，你还不知道悔改，居然还敢……苏家这2个女人真是属膏药的，甩都甩不掉。找人去把她们赶走，不要影响公司的形象。是。他要是来到公司看到这里，应该会误会我和苏家的事情。前台那儿有人在闹事，你等等再过来。苏倩，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离了男人就活不了？我今天来这儿只是来找孩子他爸爸的。我说你啊，还真是上杆子给人当便宜后妈呢。看你俩这关系，该不会是我？还你！喂，你就是苏清染那个贱老公吧？哼，让自己儿子跟着老婆去勾引别的男人，男人啊，做到你这份上，还真是窝囊。喂，爹地，快来救救我和妈咪！苏清然，你说你都嫁人了，还想着勾引锦兰哥哥呀？还记得你那下贱妈的骨灰吗？你想做什么？想知道？那就跟我来。苏清然，这次可不是我想做什么，而是穆夫人和锦兰哥哥的意思。他们对你呢，一直缠着锦兰哥哥不放，很有意见，委托我来给你看一出戏。按照地址找到那块地了吗？把那块地给我发了。你答应过不跟我拿骨灰的，你还好意思说？你答应过我离锦兰哥哥远一点的，做到了吗？你没事吧？我现在马上去叫医生。穆景兰，你以为全天下女人都喜欢围着你转吗？我缠着你只是想和你早点撇清关系罢了。你但凡有心的话，你就可以去查，而不是纵着你未婚妻为非作歹，真让人恶心。还有你苏倩，你也就会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吧？你们这对渣男贱女，趁早锁死，别再恶心别人。锦兰哥哥，你没事吧？那个女人可真是不识好歹，她带着那个小孩子去牧师闹事，幸亏我给她及时拦下来。他闹事，然后他的脸被划伤了。那个刀
那个当时放在他包里的，我怕他对你图谋不轨，在争夺的时候不小心伤。景南哥哥，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为了你，我什么事都愿意做的。所以婚约的事情，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林特助，去调监控。调监控就不用了，多麻烦呀！反正那个苏清冉都已经走了，让我看看你的脸有没有受。麻烦？我看是有人做贼心虚吧。南哥哥，你听我解释。苏倩，你到我公司来，以我的名义仗势欺人，谁给你的胆子？铁南哥哥，那些视频都是假的，都是苏清冉那个贱人害我的。陷害？你的意思是，我看到的视频都是假的？苏倩，你再被我发现，以我的名义仗势欺人，替你父母教教你怎么做人。苏小姐，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但是今天你跟你儿子的事情真的不是我。穆总，国安那边的生意出了点问题，需要您紧急处理一下。好，不好意思啊，苏小姐，我有点要紧事要处理一下。好，就这样。苏小姐，今天的事……穆景兰，你知不知道你浪费了我整整15分钟的时间？我看你就是故意留着我耍着玩呢，是吧？我要是再信你，我就不姓苏。穆总，秦医生到楼下了，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让秦医生给苏清然处理完伤口之后，上来找我一趟。站在他面前他都能走神，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肾亏引起的老眼昏花？苏小姐，穆总让我过来帮你处理一下脸上的伤口。不用太劳好心。哎呦喂，那可就可惜了，我今天带来了效果特别好的美容药，而且我可以保证处理之后绝对不会留疤。消毒吧。苏小姐，穆总说让我代他向你道个歉，今天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都是苏倩故意打着他的旗号做的。他说了，让你放心，一定会为你出气的。那他怎么不自己来说？穆总的脚怕是一时半会儿还着不了地。活该，早点跟我把婚离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的不就好了？好了，苏小姐，记得这2天伤口不能沾水。谢谢。妈咪，伤口一点都没有看到哩。小少爷，你还不相信我的医术？小少爷，完了，穆小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好，妈咪要是知道小宝骗她了，她一定会把小宝赶出去的。小宝岂不是又要成了没妈咪的孩子了吗？不行。小少爷，我们上楼去见穆总吧，好不好？走吧，哎，走嘞。这穆景兰爱好还挺独特，认狗当儿子。妈咪，小宝真的好担心你。小宝要快快长大，再也不让坏阿姨欺负妈咪。好，你有这份心，阿姨就知道了。只是你要保护的呀，是你的亲妈咪，阿姨早晚都会离开你的。不要，你就是我的亲妈咪。好，雪鹤，我让你找的地方，你找到了吗？放心吧，老大，你要找的老夫人的墓地所在地就在这儿，你要找的骨灰也存放在这里。妈妈，冉冉终于找到你了。
徐浩，秘密的按照上面的地址把我妈骨灰移出来，到时候就是咱们反击的时候了。好的，老大。穆总，三兰小姐那边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拒绝了？小宝的病情这么多年不见好转，眼下能有治疗的办法，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再去约见一次，地点就定在竹叶酒店，一定要说明我们的诚意和条件。好。哦，对了，老翟那边来电话说夫人要见您一面。苏倩和老夫人说她怀了您的孩子。这女人，我现在就回去。老大，牧师这边又回复了，他们问今晚可不可以在竹叶酒店餐厅见面详谈。他今天也算帮了我和小宝，要帮他也不是不行，就定在今天晚上7点半。不过他要是想让我帮他儿子治疗，没这么容易。妈，苏倩又闹什么幺蛾子了？把我从公司叫回来。公司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苏倩那边我会处理，但你和网上认识的那个女人必须立刻断绝来往。是不是苏倩又跟您说什么？她和我说什么不重要，苏青冉她一个单身母亲接近你，不就是为了你的钱？这样的女人离她越远越好。妈，你是不是误会了？我跟苏青冉只是见过几面，我跟她没有别的关系。那就好，果果从小就没了母亲，你又一直忙于工作，这是你这个做父亲亏欠她的。就算要找女人，也一定要对果果好才行。妈，关于小宝妈妈的事情，您确定没事瞒着我？你想太多，我哪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对了，你不是要去见小宝的医生吗？快去见吧。不算是医生。对了妈，以后你离苏家那2个女人远一点，别到时候又被他们蛊惑欺骗了。陆总，怎么了？你去调查一下5年前小宝出生之前的事情。我总觉得我妈有事儿。是，少爷。如果不是因为你怀了景兰的孩子，我今天一定会把你交给景兰，任她处置。特谢伯母，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想怀孕瞒不了多久了，要早点怀上景兰哥哥的孩子。当年那个女人把刚出生的果果抛弃，现在又跳出来一个苏倩，拿着肚里的孩子就来威胁我，简直比当年那个女人还过分。夫人，苏小姐怀孕的时间未免有些过于巧合了。你去查一查，这段时间景兰到底有没有和她发生过关系？如果发现她敢骗我，我一定让她知道欺骗我的下场。对了，果果现在在哪儿？听林特助说，果果最近和一个很喜欢的女人在一块儿，他对小少爷不错，听说少爷也对他有好感。既然果果和景兰喜欢，那就多撮合他们。回头你以我的名义请他来一趟，果果的生母不要他，我不能再让他受其他女人的骗。是。对了，听说海盛集团的人又要来南城，海盛可是果果亲生母亲一手创办的，这些年他把自己隐藏得这么好，这次派人来南城，恐怕另有目的，千万不能让他的人和景兰有所接触。夫人，少爷会不会开始怀疑起5年前的事情？景兰应该还不知道他失忆的事情，果果的身世我也早对他编造的天衣无缝，只要不接触到果果的生母，他应该不知道我在骗他。是。请问你是桑兰桑小姐吗？怎么是你？没想到你还会弹钢琴啊！陆总似乎除了我的名字之外，好像对我一无所知。我听说你是苏家的私生女，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不知道的？陆总开始对我好奇了？你知不知道，喜欢一个人，往往就是从好奇开始。我还有要事要忙，先失陪了。你不想见桑兰了？你认识他？
桑兰自小师从钢琴名家学习，18岁的时候就已经声名鹊起，22岁的时候达到了他的事业巅峰，却忽然消失了2年。5年前携他的新作回归。这些情报连我都不曾全部知道，他竟然一穷二白，难道说……苏小姐，桑兰不会就是……他是我的好朋友，今天请我来跟你进行一场谈判。听说你想见桑兰，只要你签了这份协议书，他就会从国外回来给你儿子治疗。你确定这是桑兰小姐给的协议？离婚协议书啊？没错啊，这就是离婚协议书。桑兰可是我的好闺蜜，她知道你怎么都不肯相信和我结了婚的事实，所以呢，亲自准备了这份离婚协议书。只要你签字，她就会回来。我跟你根本就没见过面，更别提结婚了，所以这份协议签了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的话，你就签它就好了，管它干嘛？只要签了字，穆景文就再也分不走我的财产。你怎么还不签呀？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担心这个协议里面有什么对我不利的，所以我拿回去给我们看一眼。稍等。林特助，你现在马上去帮我查一下我的婚姻状况，我在竹叶酒店门前等你。老大，我们已经来到墓地这边了，马上就可以动工把老夫人的骨灰取出来了。好，一定不要打草惊蛇。妈妈，过了今晚，我就能毫无顾忌的把苏家拿回来了。还好让我查到穆总今晚在这里会面，这一次看他还怎么逃出我的手掌。果然，爹地和妈咪的定位都在这里，他们肯定是瞒着小宝出去偷吃好吃的东西，小宝也要没眨眼，小野种，怎么又是你？灰阿姨，你刚才是不是又在做坏事？小宝现在就去告诉妈咪。妈咪，你没事吧？我没事，小宝，你没事吧？你以后千万不要再乱跑了，万一你出了什么问题，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真是晦气，怎么每次接近景兰哥哥的时候，都能遇到苏清冉这个贱人？苏清冉，你长了狗鼻子就去当狗仔，怎么每次我和景兰哥哥都能遇到你？真是晦气！你颠倒黑白的能力还真是强。你确定今天晚上和穆景兰约在这儿见面的是你？不是我，难道还是你啊？该死，不能让苏清冉知道我下药的事。苏倩，你该不会死心不改又下药了吧？你怎么？怎么可能？我看你就是嫉妒我能当穆夫人，而你只能嫁给一个带着野种的离婚老男人。我怎么听说前2天穆总好像跟你退婚了？我可第一次听说连自己家门都进不去的少夫。苏清冉，你找死！苏倩，这么多年你和你妈2个人一直打压我，甚至在我妈临终前你们都不让我见她最后一面。现在我终于不用再忍。你到底想做什么？当然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了。过往的事情你该清扫，就从你先开始。等等，为了你妹妹的幸福，你和这个小野种就先搬进苏家，我会给你收拾出最好的口味。带走。陆总，小少爷的定位还没查到，但我查到了和他在一起的女人是谁。谁？就是苏清冉苏小姐，那天在医院救你的也是她。什么？居然真的是她！你没事吧？
我们2个人之间有熟到需要相互问候的程度吗？穆总，你怎么在这儿？秦岚哥哥，你为什么要护着苏金冉这个贱人和他的贱种儿子？你再敢说他是贱人，我让你生不如死！苏金冉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穆总，有话好好说，咱们2家交好多年，这次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马上走，马上走。我给过你们不止一次机会了，而你们还是这么死不悔改。林特殊，把苏倩送到警局控告她滥用违禁药品、私自动刑，这些够你判刑的。救我！苏夫人，从今天开始，与苏氏关联的所有公司都会被我认定为是穆氏的对家，你就好好等着苏氏破产吧。带走。我自己会走。穆景然，这可是你逼我的，早就巧了。秦冉，对不起啊，是我没能早点得知。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找桑兰了，原来是为了苏倩肚子里的孩子。咱们2个人的合作告吹，以后能别见就别见。弟弟，我问你，花阿姨肚子里不会真有我的弟弟或妹妹吧？不可能，我根本就没碰过苏倩。哎，你赶紧想想办法，怎么让你妈不生气了？没办法了，妈咪肯定是信了坏阿姨的话，生你的气，没救了。别没救了呀！你还想不想让她做你妈了？想啊，可是小宝不会像你这样惹妈咪生气的呀。要不咱们以后就别联系啦。真是气昏头了，忘了把小宝带走了。哎，你这臭小子！穆景兰，我怎么感觉你们2个人有点像啊？这下完了，怎么可能？你儿子我今天第一次见，哎，长得真挺可爱的。你看这个臭小子配合点啊！你妈要是知道咱俩是父子的话，肯定更生气。这辈子咱俩再也见不着他。坏弟弟都会有天的。啊，妈咪，刚才那个坏大叔欺负小宝，还威胁我要妈咪的家庭地址。我怎么还是感觉有点不太对啊？怎么可能？妈咪，小宝是水字旁加木头的木哦，而且这个叔叔那么丑，小宝那么可爱，我们怎么可能是父子呢？还是不太对。哎呀，妈妈，我的肚子不舒服。坚持坚持，我去带你吃药，我带你吃药，走。以后可不能不按时吃药了。哎呀，我忘了告诉爹，花叔叔，花阿姨在他的水里下药了。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苏倩会来这儿呢。我们不告诉他。可是妈咪，这样是不对的，你要告诉坏叔叔好不好？好不好？好吧，但是你得回家睡觉。我联系徐侯叔叔来接你，不能乱跑。徐贺，来酒店接小宝回去睡觉。走吧。穆景兰，你在里面吗？穆景兰，你看清楚我是谁？冉冉，对不起。你别叫得这么亲密啊！我们只是莫名领过证的关系，最多就只是表面夫妻。不是表面夫妻，冉冉，我很难受。谁说本小姐的武器就只有一个了？说
狗的咬得这么疼。哎，谁把我绑起来了？嚷嚷什么呀？昨天晚上事你都忘了？啊？我不把你绑起来，我自己的安全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好了，你把我解开吧。让我把你解开也不是不行。把这个钱，而且承诺你不分割夫妻共有财产，愿意净身出户，同时去民政局跟我离个婚，我就把你解开。那还是算了吧。我看你就是个无赖是吧？不过幸好这份协议呢，按手印，同样生效。哎，别，你先把我解开，咱俩有话好好说。晚了，男人只会影响我夺回家产的速度。放轻松，很快的。别，不是，我不离。你轻点。哎，你个大男人，你嚷嚷什么呀？哎呀，小宝什么都没有看到。妈咪，你继续。小宝，你可别误会了，我就是想让他把这个签了，其他的我们什么都没做。我相信妈咪，可是妈咪，你昨天一晚上都没有回家，是不是跟这个叔叔一起住了呀？虽然，但是你别多想，我们真的是不能带坏小孩子。我知道，奶奶教过，睡在一起的是男女朋友。妈咪，你昨天晚上肯定是想跟那个叔叔给小宝生一个妹妹。穆小果，你再乱说话，我就把你送回家了。妈咪，我错了。妈咪怎么会喜欢一个又丑又讨厌的中年老叔叔呢？妈咪，我们先走吧，把这个叔叔一个人关起来。这才对。夫人，许言说海盛集团总裁会来到南城，这件事可信吗？无论是真是假，都不能让那个女人和景兰果果有所接触。停车。夫人，那好像是小少爷，跟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难道就是少爷喜欢的那个女孩？哦，上次被苏倩挑拨，对他有所误会，这次正好见见，看看他品相如何。老大，喜苑今晚要举行南城商界晚宴，邀请我们海盛集团，想让我们注资苏家。您看是您亲自出面，还是我代劳？复仇这种事情，当然亲自出面才好了。不过没想到许愿病急乱投医都找到我这儿来了。既然如此，那今天晚上就让他彻底出去。明白。奶奶，她就是我妈咪。小宝奶奶看上去不像一般人呀，这种首饰怎么看怎么像豪门贵妇。小宝爸爸不是很穷吗？妈咪可不能乱喊。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小宝了，不知道你怎么称呼？我叫苏清冉，您叫我清冉就好。穆夫人，您怎么了吗？没什么，只是名字有点耳熟，好像在哪儿听过。对了，你现在是单身吗？见过我家那小子吗？放心吧，奶奶，妈咪除了跟一个中年危机的下属叔叔有联系，其余时间都没有时间见过其他人，而且爹地对妈咪超级喜欢。没有那回事儿，您别听小宝乱说。小宝从小跟爸爸一起生活，一直都没规矩，他喊你妈咪，你别介意。不过既然孩子喜欢，不如你考虑考虑我家小子。你们穆夫人也在这乱点鸳鸯谱吧？不用了。既然今天遇到您了，小宝总跟着我也不是一回事儿，那您就先带小宝回家。清冉，要不我让我们家那小子过来一趟，你们……我想到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小宝，您再见。苏清冉，我刚刚遇到小宝女朋友，我先把小宝送一天给您。今晚我要参加南城商务晚宴，后面还有事情要忙，可能就没空照顾他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见个面。商界聚会，既然他要去，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缝合一下和他的关系。
好，有机会一定见你。林特助，安排下，今晚我要参加商界晚宴。好，我这就去。穆夫人，还请您劝劝穆总，别再针对我们苏家了。自作孽不可活，我已经听说了你们所做的事情，我可管不了那么多。那如果穆总知道您所做的事情，知道了您故意掩盖小少爷生母的所有真相，他会不会觉得您也是作孽呢？你怎么知道的？你找人调查我？没错，穆总将母女赶尽杀绝，为了救倩倩，不得已我才出手。哦，对了，苏家被穆家逼到破产，我这后半辈子也没了着落，还请您随便施舍2亿，让我可以安度余生。你这是敲诈！是又怎么样？穆夫人啊，我现在可什么都没有了。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可是会告诉穆总，这5年来你是如何掩盖真相。够了，钱我可以给你，但你的嘴给我牢牢闭紧。那您大可放心，这老太婆等我拿到海盛集团的投资，非要你好看不可。谢谢了。今晚的商业晚宴，您可一定要来。到时候穆总也会来，您可千万看好他，别让他再被其他女人给诓骗了。夫人，雪人这是故意挑拨您和少爷之间的关系。这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有些钱不能轻易拿。你去把准备好的东西拿过来。今晚我要让许言知道威胁我的下场是什么。这宴会都开始了，你人呢？老大，我这边堵车了，等一下，马上就到。苏清染，你怎么在这儿？怪不得大老远就闻到一股酸臭，原来是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呀！你以为你勾搭上穆景兰，就有资格和我一起参加这样的上流宴会了？许言，苏家都已经破产了，不留着钱去捞你女儿，还在这办宴会。我倒是听过升学宴、结婚宴，头一次听破产宴，假奸碎币。苏家是破产，可我找到了海盛集团，他们愿意雇。今天我就是来谈合作。合作？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真以为你自己在身？苏清染，你不过是勾搭上了穆景兰，他不过是看你有几分姿色，等他玩腻了，一脚把你踹了。到时候没有穆家撑腰，我看你还能怎么嘴硬？许言，那就让我们看看是谁想吃。是吗？你不过是一个连大学都考不上的废物，在国外援交了7年，像你这种被人玩烂的货色，不靠男人，还真以为自己是大人物。他确实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我看得顺眼。还好被我撞见，苏小姐的脾气秉性我看在眼里，真是喜欢得起。今天要是有人敢欺负她，我可不答应。小宝奶奶，我一个人可以的。放心，今晚有我在，没人敢动你。这语气怎么有点像穆景兰那个讨厌？穆夫人，您可想清楚了，苏清染一个做过援交的贱人，你真要撮合她和穆总啊？你们穆家好歹是南城豪门，娶一个私生女进就不怕丢了颜面？穆夫人，真巧，差点以为是穆景兰的墓。许言，谁是小三上位，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吧。我不过是在国外上个大学而已，都能被你说成这个样子，心脏的人果然看什么都脏。许言，你抹黑苏清染，现在当面给他道歉，我便既往不咎。什么？让我给这个贱人道歉？不可能！还有穆夫人，您可别忘了，今晚是来干什么的？穆夫人，没事，
要不你先回去，过了今晚我再跟你解释。现在想走也太晚了。苏清然，你是有穆家撑腰，也确实逼到我破产，那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我还不是傍上了海盛集团这条大船，早晚有一天我会东山再起。许言，你真的以为海盛集团是来帮你的？那是自然了，而且就算海盛集团不帮我，也会有人帮我，是吧，穆主任？这贱人真是个祸害，看来留他不得。海盛集团总经理徐克先生到，穆景兰，穆总到。穆清然，你给我等着！我和倩倩受到的耻辱，我会一点一点偿还。徐总助，股份收购合同我已经带来了，麻烦你在上面签字。看见了吧？这就是我和你的差距，想踩在我头上，哼！下。恭喜苏总，从今天起，苏家物归原主。你说他是海盛集团总，你说他是海盛集团总裁，他怎么可能是海盛集团总裁？穆夫人，你要帮我啊！你别忘了，徐言，我忍你够久了，你要是还想捞你女儿，就给我闭嘴！徐总，您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这些年你挪用公款、伪造票据，我已经将相关资料递交给有关机构，您这下半辈子就在警察局度过。许言，你涉嫌多起金融诈骗，以及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多项罪名，跟我走一趟吧。先生，老大，快把人带走，叫救护车！秦医生，清然的伤怎么样？没什么事，那一刀没有刺中要害，已经缝合好了，休养2天就没事了。那就好。不过苏小姐在入院的时候做了一系列检查，我们在 B 超的超声造影里发现，她似乎有个孕产史。秦医生，你今天的话有点太多了。妈，你最近有点反常啊！你之前不是一直很喜欢清然吗？我从未喜欢过他，以后你和小宝离他越远越好。穆夫人怎么一听到苏小姐生过孩子，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难道你马上拿着苏小姐和小少爷的样本去做一次亲子鉴定？好的。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有点疼。你一整晚都在这儿吗？你先别动啊，我去叫医生。穆夫人，您怎么来了？我就是过来看看你死没死，没想到你命这么大，就这还能活过来。你怎么回事？清然，你先休息啊。谢医生，我怎么觉得穆夫人今天有点奇怪，穆景兰也有点奇怪，他们两个人怎么跟认识一样？亲母子当然认识了。谢医生，您刚才说什么？没什么啊。对了，苏小姐，我们在你入院的检查中发现你疑似有过孕产史，所以我让护士带着你和小宝的样本做了一次亲子鉴定，结果发现他确实是你的孩子。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宝是我亲生的孩子，那刚才小宝奶奶，我得去问清楚。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要对清然那样？不为什么，因为我恶心他。要是你以后再敢见他，我就当你不认我这个妈。抱歉，我刚才过来，没有故意偷听你们讲话。穆总，你和小宝奶奶认识吗？这么多年过去，还是喜欢把自己装成一副可怜样，做戏给谁看呢？穆夫人，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年的事情我真的记不清楚。装的倒挺像。总之，以后离我孙子远一点。要是我发现你再和他接触，我一定对你不客气。他刚刚说的都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孟景兰怎么和小宝奶奶这么熟？不行，我一定得弄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小宝爸爸，你现在有空和我见一面吗？这女人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喜欢伪装。我还以为5年过去了，她会放过果果和景兰，没想到她还是阴魂不散。半小时后，启罗咖啡馆见。小宝爸语气怎么也这么硬？难不成我真的做错了什么事？可是我真的什么也不记得。林特助，我妈呢？夫人说要去一趟启罗咖啡馆。去那儿干嘛？那没说。快，快去找亲人，快走！苏小姐，既然5年前你已经决定抛弃果果，为什么现在还要回来？穆夫人，说实话，我其实搞不清楚状况，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知道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就知道你会把自己装成一个受害者。苏清然，你不用装了，你这次回来重新接近小宝，是不是觊觎我穆家的财产？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对我有这种误解。不过我自己已经够有钱了，我看不上你们穆家的财产。虚伪！既然您今天一直绕弯子，不肯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我作为小宝的亲生母亲，我可以把他带走。你现在想起要小宝了，早干嘛去了？穆夫人，我知道在您心里我可能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不过您放心，我虽然名义上和别的男人结了婚，不过我会很快和他离婚，以后好好照顾小宝的。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穆夫人，请您冷静一点，我今天来不是和你吵架。你既然已经消失5年了，为什么不能消失一辈子？你就不能换个人祸害吗？非要揪着我儿子和孙子不放？我什么？穆夫人，我再重复一次，我真的不知道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能向您保证，我真的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作为女人，我不得不佩服你手段高明。你肯定知道他到现在都不知道被你伤害过，所以你干脆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就能让他忘记过去，重新开始。我说的对吗？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听不懂？你骗了他整整7年，你告诉我你听不懂？他为了你寻死觅活，险些丢了命，你告诉我你听不懂？孟夫人，我很能理解您作为一个母亲心疼儿子的心情，我也很感激你这么多年把小宝养大，但是你不能趁着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这么指责我、污蔑我，道德绑架我。苏小姐，你的演技可真好，演的可真无辜。你既然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也告诉你一声，你现在已经和别的男人结了婚，又抛弃了果果这么多年，根本不配做个母亲。想要果果，除非我死。穆夫人，我今天是带着诚意来的，既然您这么说的话，我会向法院提交申请，由法院来判决小果到底该跟谁。你害我儿子还不够，现在连我孙子都不放过，我今天太过分了吧！妈，穆景兰，她是你妈，那小宝就是你儿子。什么意思？你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穆景兰，你反反复复隐藏身份，来来回回把我当猴耍，有意思吗？清然，你放开我！咱们2个人很熟吗？穆总。清然，我不是故意要瞒你，只是因为你生我的气，连我电话也不接，我怕告诉你之后，你彻底把我拉黑。那我是不是还应该感谢你的善解人意，穆总？你瞒来瞒去，到底图谋什么？因为我喜欢你。从我最开始见你对小宝那么好，我就渐渐喜欢上你。到后来我知道你的身份，可是我怕我之前对你不好的印象会让你讨厌我，所以我才跟着小宝一起瞒你。穆景兰，我差一点就被你感动了。你让小宝跟着我，又谋划了这么久，
为的不就是想和你妈达成一样吗？说白了，你们就是想报复我。报复。我有时候真的分不清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就像你现在说喜欢你，却在我面前装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穆家人把我耍得团团转有意思。从今天开始，咱们两个人别聊了。徐鹤，给我查一查，我和穆景兰5年前到底是怎么结婚的，前因后果尽快给我调查清楚。穆景然，你既然不愿意放弃，放心啊。爹地，你是不是又惹妈咪生气了？她为什么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还不是因为你非骗他说我不是你爸，把我都给连累了。爹地，你受妈咪的气，找小宝来撒气，这种行为可一点也不大人。干嘛？该不会想打你宝贝儿子撒火吧？你第一次见苏清冉的时候，为什么就管她叫妈妈？哦，想知道？那是因为你去查一查海盛集团总裁5年前的行踪，确认他是不是和景兰有关系的那个女人。这件事不要让景兰。难道这就是我妈咪？做什么呀？当时我听见奶奶说海盛集团总裁又说那个人和爹地有关系，我就想到那个人肯定就是小宝的妈咪。难不成小宝真的是我和苏清冉的孩子？可是我怎么完全记不得呢？你在网上随便下载一份报告糊弄我呢？送检人报告那一页呢？可能当时拿的时候丢了吧。爹地，小宝真的没有骗你，这真的是奶奶不让我们发现的东西。要不是这上面写着母体2个字，我还真以为这是我和你的亲子鉴定报告呢。可如果5年前是他为什么一点都不记得呢？桑兰，你愿意嫁给我？愿意。桑兰？难道5年前跟我在一起的女人是桑兰？可苏清冉跟我说过，桑兰是他的好朋友。那苏清冉肯定一早就见过我呀。爹地，你怎么了？没事。清冉，我这有5年前跟桑兰的线索，你在哪？我想当面和你说。桑兰，我知道了，我会和你见面的，你最好给我一个清楚的答案。好。桑兰，穆景兰，难道我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和他谈过恋爱，还结了婚？妈，你怎么在这儿？清冉呢？你怎么就忘不了那个女人呢？她就是为了钱接近你的女人，你干嘛对她念念不忘？妈，你为什么总要处处针对清冉呢？为什么？因为这个薄情寡义的女人抛夫弃子，要不是我去的及时，果果就死了。你的意思是，苏清冉是果果的妈妈？不然呢？果果刚出生就被她丢在医院，不管她的生死。你说
我为什么针对他？不可能啊！如果苏清冉是果果的妈妈，那桑兰又是谁？桑兰。总之这件事情我会自己解决的。我跟清冉会调查清楚之前的事儿。穆景兰，你当真要为了那个自私自利的女人，连你的亲儿子和亲妈都不顾了吗？妈，自私自利的人从来都不是他，是你。你在胡说什么？妈，5年前的事情你有那么多机会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说？小宝明明有母亲，你为什么要瞒着他？小宝的情况别人不知道，你还不清楚吗？那是因为我不想让你想起那个自私的女人。我跟她相处了这么长时间，我很清楚她不可能做出抛弃小宝的事情。那为什么果果被他留在医院？还有海盛集团又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不是骗你的钱，他哪来那么多钱和资源？妈，小宝的事情我会调查清楚。至于你口中说的海盛集团，那都是清冉自己一个人努力得来的，跟别人没有一点关系。怎么可能？妈，我们的事情你不要再插手了。穆景兰，苏清冉被我关起来了。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他万一有点闪失，你这关在哪了？城外仓。城外仓库，救人！秦医生，情况怎么样？没什么事，只是简单的皮外伤加轻微的脑震荡，休养几天就没事了。不过我们在给苏小姐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她后脑有创口，可能是做过手术。后脑？能知道是什么手术吗？从创口的位置来看，应该是脑部神经的精密手术，具体的要等苏小姐醒了之后问过才能知道。麻烦你了。清冉做过手术，我记得桑兰5年前也因为手术休息过一段时间，是巧合，还是说他们2个人有什么关联？林特助，立刻帮我调查5年前我和桑兰发生的事，我要立刻知道。薄荷，孕妇刚生完孩子，脑部肿瘤就有破裂的趋势，情况很危急，赶紧找家属来签字。可是病人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家属。穆景兰，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是这样。清冉，你感觉怎么样？我是生是死跟你没关系，以后还是保持距离为好。清冉，你是不是还在生我妈的气？我已经跟她说好了，我现在让她来当面给你道歉。穆景兰，我有时候真的是搞不清楚你是在装糊涂还是真不明白。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以后别再见面了。清冉，我知道你现在生我的气，我也不想来打扰你，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我还有桑兰，我们3个到底什么关系？你到底是装糊涂还是真不明白？你真的不知道桑兰是谁吗？我好像记得以前我跟他发生过什么，但后来他为什么不见我？他为什么不辞而别？这我真的不记得了。
穆景兰，你别把你自己洗得这么干净。明明孕期出轨是你在先，你现在又在我面前装无辜，你以为你自己装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能原谅你吗？你难道是？穆总，不好了，小少爷病情发作，晕倒了。什么？秦医生，小宝怎么样了？小少爷从小就服用药物，却一直不见好转。现在的药物已经对小少爷产生了副作用。穆总，我建议您还是尽早请桑兰小姐出面，尽早使用音乐疗法为小少爷治疗比较好。秦医生，送你。小宝，妈咪对不起你，是妈咪没有照顾好你，妈咪以后一定不会再离开你了。喂，穆总，我问了你之前留学的老师，他们一听说桑兰的名字，就说你们曾经是大学交往的恋人。恋人？是的，教授还跟我说，桑兰这个名字是因为桑是他母亲的姓氏，而兰就是穆总您的名字。桑兰小姐本名就是苏清然。我就只是随便谈谈。然然，我全都想起来了。既然你都已经想起来了，那我要把小宝……然然，不要再离开我了好吗？呀，小宝什么都没有看见。穆景兰，你现在说的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5年前既然是你失约没来离婚，那现在既然你记起来了，那我们就去把婚离了，而且我要小宝的抚养权。我不同意。小宝病情发展到这一步，需要我帮他治疗，而且跟着你的话，你又照顾不好他。小宝，你也愿意跟我的，对不对？妈咪，你和弟弟不能一起陪着小宝吗？小宝，大人的事情和你说不清楚。总之，你愿意跟妈咪，还是愿意跟弟弟？然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要和我离婚。可是小宝的病，不是我们其中一个人就能治好的。他需要我们2个人一起的陪伴。你现在开始装好人了。当时我怀着孕的时候，你和别人私会，你怎么想着小宝需要人陪伴？是你自己孕期出轨在先，你现在又在小孩面前装好人，你恶不恶心？然然，你还记得这个人吗？现在都这么光明正大了，打算什么时候把小三娶进门？你还记得是谁给你做的手术吗？我记不起。你怎么知道我做手术？你以为你瞒着我，把你的手术单藏起来，我就不知道了吗？我当时就发现你不对劲，我趁你睡着，在你床底下找到了你的诊断报告，我才知道你得了脑瘤。所以你明知道我生了病，你不仅瞒着我，还和别的女人搞暧昧。说到底，这个人和你还有点关系。解释不清楚就别扯到我头上，我可不认识他。陈医生是国际知名的脑科专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看到我的，但是我们私下见面都是在讨论你的手术方案，我们没有做一点超出朋友关系的事情，这点你可以问他。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你当然想怎么说都行。既然你只是为了给我找医生的话，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为什么什么都不说？你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当时又生孩子又生病，其实你早就得了产前抑郁症，况且当时你已经怀孕8个半月了。我想着等你生完孩子再告诉你，可是没想到。你编，你接着编。如果你只是觉得我生了病，我产前抑郁你都不敢告诉我，那当时只是我提了离婚，你为什么想都不想就答应了？而且之后你又失踪，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我当时不知道你是因为误会我出轨才要跟我离婚，我以为你就是抑郁症犯了，
所以我就答应了。而且我跟民政局的人串通好了，我说到时候就说机器坏了离不了。可是路上我出了车祸。编的真好，穆景兰，你不去当编剧，简直是浪费了你当编剧的天赋。就在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开车翻了山，一不小心撞上了回归新市的火车，所以后来我就失忆了。所以你那天不是故意失约，你知道那天我在民政局前面从白天等到黑夜，小宝也提前出生了，你知道我一个人有多无助吗？我被好心人送到医院，9死1生生下孩子，你知道我一个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有多无助吗？珊珊，这些年你受苦了。受苦？生小宝只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关罢了。刚生完他，我在手术台上脑瘤就裂开了，要当场手术。都怪我。我想想，医生当时问我要不要做手术，还告诉我手术之后可能会有失忆的风险。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说我做。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我想忘记和你有关的一切。结果手术之后，我醒来如愿以偿的忘记了一切。我忘记了小宝，我也忘记我生过一个孩子。原来当初的事情竟是这样。我当时循着你的电话号码找到医院，就只有果果一个人躺在护士怀里。我以为是你抛弃了他们两个，还害得景兰出了车祸。没想到这些年我为了拿回苏家，我为了拿回我妈妈的骨灰，我从零开始创办海生集团。回南城之前我做了很多的准备，我唯独没想到我还生过一个孩子。珊珊，这些年辛苦你了。穆景兰，如果咱们两个人之间多一点信任的话，也许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离婚吧。珊珊，我知道你现在，我们冷静之后再做决定好吗？穆景兰，错过之后就没必要挽回了。明天我在民政局等你。小宝今天晚上跟我说，至于他以后跟谁，由他自己决定。这一次不要失约，不要有意外。珊珊，珊珊，我们不离婚好不好？时间不早了，赶紧去把婚礼了。出国的机票我都买好了，小宝今天晚上已经答应跟我了。珊珊，你好，我们是来办离婚的。请出示一下两位的结婚证。咦，记得放在这儿，怎么不见了？哦，妈咪，是不是那个红色本本呀？我昨天好像叠纸飞机完了。小果，你凶他干什么？不就是个证件吗？撕了就撕了。小宝，我们走。魏女士，我们这里可以补办的。小宝，你刚才是不是想吃冰淇淋来着？我带你去吧。嘿，等。妈咪，你真的不告诉爹爹，你是找不到那个红色本本了吗？大人的事情，小孩别插嘴。好吧。珊珊，你是不是又骗我呢？你根本没想离婚，对不对？你猜。